好，我是全工，欢迎收看我们全新的模型制作记录项节目 Together Do， 以后就简称 TDD 吧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制作此类节目，瑕疵有很多，请大家多给出意见。JK 件吃件并不是小概率事件，建议大家不要省略点键的步骤，隔着带子点键有助于翻车维权，可以一边点一边在点键图上面进行打勾。这个键的清洗也很重要，预防掉漆。第一遍用洗洁精，第二遍过清水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洗洁精残留清洗干净。等晾干后，用无纺布擦一擦水痕。因为这套套件零件数非常多，所以最好按部位分类放好，分类去做。我们开始对零件喷涂第一层水不涂。喷涂前记得养成3个习惯：一个是用洗笔液简单清洗一下粉笔；第二个是使用油漆前都摇晃均匀，确认平底无沉淀；第3个习惯是让喷笔直出气，吹掉零件表面的浮尘。当我们零件上有了水不涂，就方便我们检查瑕疵。另外，修件的时候也比较省眼睛，开启了护眼模式。大部分的喷涂遵循先喷边缘，后细节，最后表面的顺序，其余的零件也是这样的操作。最后记得清洗喷笔。初始用剪钳对水口进行初剪， JK 键比较脆，注意留有一定的距离，不要贴剪。至于能不能用神之手剪 JK 水口，只要不是粗的离谱的，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剪钳初剪过后，使用铲刀对水口进行第2轮修正，水口变短能缩短后续打磨时间。使用铲刀的时候，注意左右手相互抵住，能减少受伤的概率。一旦习惯了，会用了，铲刀就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。处理弧面的打磨时，先用平板打磨器顺着弧度进行打磨。再用海绵砂纸做一个更平滑的曲面。平面的水口处理相对简单，观察好角度，手要稳，可以打磨几下就看一看磨得怎么样了，再继续打磨。
去掉水口之后，个人习惯会紧接着做加阻。大部分 GK 树脂件组合后不会特别的稳固，所以在加阻阶段可以使用蓝凝胶进行加固。加阻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看组合好之后哪部分是暴露在外的，哪部分是完全看不见的，看不见且不影响组合度的地方可以省略处理步骤。加阻后要仔细反复观察零件是否存在瑕疵，可以用铅笔画圈或者画线标记修整部位。拆卸加阻后，开始对每个暴露在外面的面仔细的修复打磨。处理完表面之后，开始走线，也就是加深刻线。树脂件在翻模过程中，刻线多少会有瑕疵，越宽的线槽越明显，所以要习惯把树脂件上的线都走一遍，让线槽更清晰顺畅，并且重点处理分色处的刻线、落差处的刻线。好好抠细节，会使最终模型作品加分不少。所有的刻线前几刀一定要轻，如果顺畅再加大力度，直至线槽合适。如果遇到了阻碍感，千万别硬刻，会划刀。出现了划刀的状况，可以先用海绵砂纸进行打磨，仍不能去掉就用打磨器，还不行就用快干胶填补后再打磨。这款海牛的头部需要装金属件，所以需要做打孔处理。打孔的时候需要确保孔位精准不偏移，先用刻线针或者圆规针脚压出来个点，并且多确认几个角度是否在正中心。随后使用钻头以小尺寸到大尺寸的顺序进行扩大，比如从 0.5、1.0、1.5 到 2.0。玉胶海牛头这个孔的结构会导致打孔非常容易崩，我们这里就崩了。修复本件，先用快干胶流进裂开的缝隙内，随后喷涂促进剂，通过打磨去除溢胶，顺带修复被胶水填了的刻线。本次想着偷懒，就全套使用了玉胶家的套漆，也提前稀释了出来。零件修整好后，再喷涂一层水雾土，用1500ml海绵砂纸轻松打磨，去除掉大颗粒之后，就可以进行喷涂。这个是侧面进气孔的部件，玉胶海牛给了2种款式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。这里我们喷涂的是017黑冷灰，因为颜色深，不担心遮盖力的问题，可以直接喷在水雾土上。白色一直是比较难搞定的颜色，这里选择先喷涂2层超级白，盖掉水雾土的灰色，再喷涂023的白衣，遮盖好两部的中间，就可以喷涂边缘024的白2。
蓝色一般会使用白色当做底漆，用超级白盖一下水不土的灰，会让颜色不发灰，饱和度高。随后喷涂蓝色。天线也是同理，先用超级白当底漆，再喷023的白衣。这个是内衬零件，只有一小部分露在外面，可以只喷涂外露的部分。监视器部分，官方范例好像用的是彩色贴纸，这里我按照个人习惯用微电柱手法模拟近似效果。因为黑色遮盖力足够，所以直接喷涂光泽黑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要保证光泽黑有足够的光泽度，要不然对接下来的效果影响很大。大部分的遮盖顺序是从低到高，统一水平面的颜色从浅到深，后续会有大量遮盖的范例，大家可以慢慢看。个人遮盖习惯操作如下：贴遮盖带，使用摘口笔刀对分色处的刻线槽进行切割，因为如此，所以需要刻线清晰顺畅。因为是从低到高遮，所以先喷涂灰色，这里也可以直接切。在喷涂过程中，应该随时注意遮盖带是否存在翘边的状况。遮盖大平面可以大面积贴遮盖带，然后进行切割。目前零件混合着各种颜色，但是接下来要喷涂的是白色，所以要喷涂2层左右的超级白，统一一下颜色。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这里，我们后续就翻车了。眼睛应该是大部分玩家觉得处理起来比较困难的地方。接下来教大家使用珐琅漆完成大部分高达模型眼睛部分上色的方法，和贴纸说拜拜。处理眼睛先是使用微电柱手法，因为眼睛这样的部位非常小，如果直接使用金属漆，金属漆的颗粒感会明显，会影响到观感。顺序依然是光泽黑、金属漆、透明漆。因为零件中间段不会露出来，所以粗犷点的遮盖是没有问题的。先把下巴部分的蓝色上好，和之前的蓝色一样，所以同样选择喷涂超级白，然后再喷涂 L09 海牛蓝2。下巴做完，把遮盖带取下来遮住下巴，就可以对眼睛进行最后的处理了。这里选择的是天宫的珐琅漆和X20溶剂。稀释到能喷出来的程度就可以。珐琅漆稀释后会变得流动性很强，不太好喷。为了效果好，建议喷2层或者更多。最后，我们用棉签蘸取天宫X20溶剂对眼睛凸起来的部分进行擦拭。天宫的X20溶剂并不会溶解油性漆，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擦。
头部上色比较复杂，先喷涂在低处的灰色部分，这一小块的上色尽量控制好喷笔，小面积上色即可。像这种小条的遮盖，可以大概估计一下宽度，直接切一条遮盖上，再进行切割，会比较简单。小型的遮盖更需要注意遮盖好边角，不要露边。这里我设计了一小块金色，能让不同的角度欣赏时有吸睛点，但是最后结果好像一般，大家制作的时候就还用普通的黄色吧。金属色的喷涂操作基本上是先喷涂好黑色，再喷涂金属色。切遮盖带的方式大多相同，贴上遮盖带，压签压出来边，然后用笔刀进行切割即可。随后开始喷涂多层超级白，遮盖掉浅色的白色之后，开始喷涂较深颜色的白。后续还有2种灰色的喷涂，不过我们搞丢了素材。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这块浅灰色出现了点问题。于是整颗脑袋我们进行了一轮翻光，不过这一轮整体的光泽度非常好。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，既然最终要喷涂消光，所以漆面的光泽度不重要。但其实光泽度好的漆面或许会让贴水贴和深陷的效果更加出色，哪怕是喷消光也是更漂亮的效果。水贴的具体操作会在后续教程详细讲解。这里需要注意，这套海牛官方给的水贴并不和官方范例水贴一致，是一张通用水贴。大家需要购买一些第三方的通用水贴，找相似的贴上就可以了。这里注意调整好位置，贴好后再刷一轮软化剂，稍等片刻后再用棉签滚干。最后就是渗线的部分，这个步骤很简单，点渗线液，等干后用渗线液配套的溶剂擦干净就可以了。最后一个步骤是喷涂消光，因为消光器是透明的，很多玩家都喷不好，喷不匀。我这里常用的办法是迎着光看，把所有的地方都喷到有湿润的感觉就可以了。